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设计师 Rex。这一次的主题呢，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生产力工具系列啦。如果你很要求时程的掌控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工具。今天的主角呢是 TaskAdd。对了，这个产品的正确发音应该是 TaskAdd。没错，这是非常尴尬。剪完影片之后才发现我整支影片都念错。跟以往我所介绍的 Notion 不同的地方呢，是除了笔记之外，我觉得它更适合整个组织团队的管理。也在行事历跟时程规划上面呢结合得更加紧密，比如说公司的专案管理，或者是学校社团课堂上面的分组、旅游规划，甚至是家庭的代办事项，都非常适合使用这个工具来完成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Asana 加 Trello 加 Google Doc， 甚至是 Google Meet 的结合。有一点难想象，对吧？没关系，就让我们先来一起看看官网上面到底是怎么介绍他们自己的产品的吧。OK， 那这个就是 TaskAdd 它的官方网站了。一打开呢，可以看到非常活泼的动画去介绍他们的产品，整体的风格呢也是比较明亮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它主打的功能是哪些吧。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 title 就是写说 OK All-in-One Collaboration， 就是一个帮助大家去做协作的软体跟工具。你可以在上面聊天、组织事情，然后一起把事物给完成。语言的部分大家可以先不用担心，虽然说它目前的官方网站没有中文，可是软体的界面呢是有提供繁体中文的。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TaskAdd 它其实跟其他专案软体工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提供了多种的资讯呈现方式。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熟悉的 List， 第二个呢则是像 Trello 一样的是一个看板的形式，第三个呢则是 Action， 其实它有点像列表形式，但又更注重在时间的方面。再来是心智图，这个是最让我惊艳的，居然有办法把 list 的资料呢直接转换成心智图。因为我们通常设计师啊，或者是你在发想一些东西的时候，心智图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工具。那其实它还有第五种呈现方式叫做组织图。其实它跟 Mind Map 很像，只是它走的方向不一样。Mind Map 是从左到右，那组织图呢就是从上到下。那接下来就是它主打的协作功能啦，你可以在上面放档案，然后聊天，甚至是可以开启一个多方视讯哦。对于专案管理工具而言呢，其实时程是最重要的，所以甘特图也是必不可少的。再来就是我一开始有提到的，它其实跟行事历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你可以透过 TaskAdd 呢去绑你的 Google 行事历，甚至是 iPhone 的 Calendar 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后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是非常跨平台的，不论是在手机 App、电脑 App， 甚至是网页版的都有提供。OK， 那看到这边真的是非常心动，那我们就直接打开 App 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App 到底要怎么开始使用吧。好的，那么在开始 TaskAdd 的基本功能介绍之前呢，我这边做了2张图来帮助大家去理解一下 TaskAdd 这个软体里面的架构大概是怎么样的哦。首先呢，就是在你的账号底下，你可以创建出许多个工作区，然后每个工作区呢又可以再去切分成不一样的子工作区。再来就是每个工作区内呢都可以有很多个专案，然后专案里面可以有很多个代办事项，所以你可以把很多的任务都切分成很多不同的层级。那你也可以决定说每个工作区要参与的人有谁。再来第2张表呢是资料呈现的方式。同一个专案呢，它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资讯呈现方式，总共有5种，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切换。那这分别是这5种呈现方式所展开出来的样子。好了，有一点基本概念之后，接下来就来看看我目前是怎么使用 TaskAdd 的吧。好，那这个就是我安装了它 Desktop 的 App 所打开的样子。你可以看到左手边有一个列表，那右手边呢就是你主要的工作区啦。在你一注册完账号进来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Guide to TaskAdd， 这是它为你贴心准备的一个介绍档案哦。要完成的话，你只要点下前面这个 checkbox 的勾勾就可以了。那么这2个符号的用处，我相信大家有在玩社群软体应该都不陌生，就是你前面加小老鼠的话，就可以去指定说这个东西是哪一位人要做。那透过 hashtag 你可以去新增一些标签。那利用这个 hashtag 你就可以去建立一些标签，那帮助你在搜寻的时候可以更容易的被搜索到。打字的话，如果你按下 Tab 的话，它就会自动帮你缩排。那按下 Shift 跟 Tab 的话就会还原。右边这边呢可以去收合你的子物件。那这边呢它就是在讲解右边视图的部分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List，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视图。 Board 我们来看一下 Board 看板也看过了。再来 Action
是它的所谓操作。Mind Map 思维导图是一个比较视觉化，可以看出你整个任务管理架构的呈现方式。再来是组织结构图，是跟思维导图差不多，但方向不太一样。我们一样回到列表的形式，这样就都算看过了。然后你可以点击每个框框这边，给它一个截止日期。点击这个人呢，指定说这个任务要给谁，然后可以在每一个 block 下面去做留言。除此之外呢，它就像 Google Doc 一样，你是可以及时的看到，目前有哪些伙伴在线上，以及他在哪个区块做哪些事情的。那么有兴趣的呢，你可以继续往下看它官方所提供的教学资源。那么现在我们先往下走吧。那我们就直接点右上角这边一个星，点下去，可以看到上面有非常多的范本。你的部分可能只会看到这些东西，但我的话是因为我已经有把很多的范本给加进来。那怎么样去新增这个 template 呢？你可以点下这个更多，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哇 ，TaskAdd 已经帮你把各式各样的范本都已经分门别类给整理好了，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挑选说，你可能会用得到的范本有哪一些，可以直接把它加进你的 Workspace 里面。比如说它这边特别有一个 feature 起来的东西，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它为什么会主推这一些范本吧。像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去看模板的，尤其是社群所分享出来的，因为模板大概就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啊、观点等等的所去整理出来的一套方法嘛。那透过这些模板呢，你也可以去看到人家是怎么样去整理他的生活的。比如说像这个子弹笔记的范本，他就把他的每天行程用1个小时来切开来，那从6点开始一路到晚上12点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我发觉 TaskAdd 它在整理这些模板呢，里面其实是有涵盖一些非常多的专业知识的哦。比如说这个 SEO checklist，SEO 呢就是所谓的搜寻引擎优化，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位专门在做这种行销的人，他所列出来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去把它整理成一个 checklist。那如果你想要做好你的关键字优化的话，你就可以参考说，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有把它做好？比如说你要创造一个好的内容，然后来吸引用户，你有没有针对你网页的载入图片功能呢去进行优化等等的，这些可能都是会去影响你 SEO 分数的东西。那除了这种行销相关的之外，我甚至是有看到 UI UX 相关的 template 哦。比如说这个，它就说是一个 UX project， 它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比如说研究啊、资料的分析啊、竞品的分析啊，然后 user 的 feedback 等等的，这些都在这个清单里面。所以当你不知道从何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份清单，那跟着这个清单走，说不定你自己会比较有一些想法跟规划。今天就直接先挑一个 template 下去新增到我的工作区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好了。选择我最喜欢的 Project Scrum Board， 把它新增到我的这个工作区里面，我选日志，可以看到它就自己的帮你把这个范本加到你的工作区里面了。那其实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直觉，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新增你的任务。这边有个 checkbox， 如果你把它勾起来的话，就代表是完成的。那你可以注意到这边呢，还有一个去反映你这一整个专案所完成进度的一个 progress bar。如果你不想要它是一个 checkbox 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做修改。比如说我把它改成数字 ABCD 圆形的 checkbox， 还有一开始方形的 checkbox， 甚至是还有爱心型的 checkbox。 觉得他们在视觉上面真的是有特别的用心，还蛮多这种小细节处理，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漂亮又有趣的。那如果你想要改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去更改你的文字，比如说粗体，那也可以加一个底线，增加一些 emoji， 把它改成段落的文字也可以。除此之外，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对话泡泡，点开来你可以发现在上面会显示所有的事项跟进度的更新，也可以在这边聊天。
甚至是可以 start 一个 call，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很让人惊艳的地方，居然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呢去开启一个视讯会议。Hello， 大家好，因为我现在这个工作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啦，所以就是自己跟自己视讯的概念。但我觉得在一个 to do list 旁边呢，可以跟整个团队一起直接及时的用视讯啊或文字去沟通，对于整个专案推进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自己是怎么使用这个 app 的吧。首先呢，我为我的频道开设了一个任务管理的看板，所以说这上面呢会有我未来可能我想要做的脚本等等的。第一道看板呢，我会放我目前脑海里有的 idea， 可能是我未来想要做的影片的题材，但我还没有把脚本完成，只是一个概念，就先放在这一边。那等我确定我要做开始执行脚本的部分的话，我就会把它拖过来这里，比如说像这样子。那在这边更多呢，你可以去给它加个颜色啊，然后有很多选项，比如说优先级，现在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的重要，然后把它指定给 OK， 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我的工作区，所以都只能 assign 到我自己身上。但这个 assign 的功能其实在专案管理上面会非常有帮助，你可以选择这个任务是要交给谁做，或者是你开启一个社团啊，或者是课堂作业等等，好不好？因为我知道念过大学的大家都知道，在分组作业上总是会有人在那边吸趴嘛，对不对？这个就直接把任务assign到他的头上，看他还敢不敢去推三阻四的，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被分配到均衡的任务要做嘛。OK， 那如果我的脚本写完了，正在拍摄，比如说像目前我现在在拍的这支影片，现在进行到拍摄的流程就在这边，然后我还要压上一个截止日期，刚好是3月13号。那剪辑的部分呢，就是我已经完成拍摄了，但是还没有好好的把它后置好。对，有时候就是虽然拍完了，但是很懒得剪辑，这是常有的事情啊。完成的我就会把它拖到这一边。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一目了然说，你目前手上的专案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像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我脚本堆积了很多没有拍，我剪辑也堆积了很多片段没有剪。对，就是一个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除了频道的管理之外呢，我也会用 Task Add 去管理我的工作日志。我每天大概会花一点时间写下来说，我今天上班到底完成了哪些事情，实际上到底完成了哪些事情，或者是这一整天下来工作的心得总结。很方便的东西是呢，你可以在这边去创立一个自己的范本，所以在这个范本的 tab 里面，你就可以按下创建范本。像这个工作日志表呢，就是我自己所建立的范本，给大家看一下。那你自己创建完这个范本之后呢，你在右上角这边点击新，就可以找到自己所创立的范本栏，就可以从这边开始。那上面呢还可以设定日期啊，一样可以 assign 人，加一些你自己设定的 tag。总之呢，这个就是你主要的工作区。那每一个工作区下面呢，会有很多次要的工作区。那次要的工作区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计划。那计划里面呢，就可以有很多的任务啦。你记得要把它指定到你自己的身上，这样子才可以在这个 task 这边看到。比如说我刚刚 assign 给我自己吃饭耍废这件事情，点进来它就会直接帮你连接到这个任务目前在这个 project 的哪一个地方。那如果你整个项目完成的话呢，比如说这个工作任务表完成的话，你就把它勾起来，那它就会自动把你这整个 project 归类到已经完成的地方。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是怎么用 Task Add 去做笔记的好了。像我最近上了一个好声音进修课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总之我还在练习啦。它主要的课程内容呢，就是去告诉你说，声音要怎么样训练或控制，可以让你觉得你的讲话变得更好听一些。那么这种不论是上线上课程啊，或者是讲座、看书等等的，我觉得都非常适合使用这个思维导图的方式去做一个笔记，就可以一目了然说 OK， 你上这个课到底获得了哪一些东西。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列表的形式，或者是思维导图的形式来去做一些演讲的笔记，或者是读书心得。那这边要注意一点哦，就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个思维导图上所遇到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去插入下一个？假设我在这两之间，我想再多插入一项东西，该怎么办？
但是它这边没有一个往下的箭头，它好像是只有在最后一末端这边才会多出来这个往下的新增的箭头。那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在这边你按下 Enter 键，它就会在下面多出来这个东西，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去选择它的顺序。那其实键盘有很多快捷键啊，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东西往下移的话，你就在这边按下 Tab 键，它就自己帮你往上移到下一层了。那 Command Z 一样是可以返回刚才所完成的动作。OK， 那一开始我提到它跟行事历的结合非常的强，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要怎么样把 Task Add 跟我的 Google 行事历被绑在一起吧。那这个是我目前在 Task Add 里面的任务。点击右边这个与行事历同步处理，点下去。那我这边示范使用 Google 的方式好了，他说要把它这个网址给复制下来，然后去到我的 Google。到我的 Google 左下角这边呢，有新增其他日历，按下加入日历网址，贴上他刚才给你的网址，然后按下新增。那你就可以在日历这边呢看到你 Task Add 的选项了，点击下去。那么这样就算完成绑定啦，所以之后你只要在 Task Add 里面有新增任何的行事历事项，都会自动同步到你在 Google 的这个 Task Add 的日历里面。好，那么除了以上我自己个人所使用来管理自己的任务之外呢，我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说Task Add 它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公司的专案管理。那我这边可以开新一个工作区，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邀请说有哪一些需要参与的人员进来，你就可以加上他的 email， 然后可以去指定他的权限，有些人他是有编辑权限的呢，还是他只能观看，或者是直接给出这个邀请连结。成立完一个工作区之后呢，你也可以随时的再去新增人进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去规划说 OK，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专案，要完成哪些事情呢？你就可以新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列出每一个任务，比如说这个专案一开始要做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分别去指定到对应要完成的人是谁啦。好，我们这边展现的是一个一人公司的团队。那你也可以去压它的 deadline 到底是什么 OK。 那网站设计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截止日期，假设要在26前完成，工程技术评估可以同步进行26。那这样你就可以大概去看你的时程啦。那这边可以给一些 reference。那项目可以怎么样从大到小的去管理，比如说一个 workspace 里面我们可以再新增一个次要的 workspace，然后这个 subspace 里面呢要有哪一些工作，我们就可以去继续的去罗列出来。那你就可以把公司每一个人都加到这个主要的 workspace 里面，再根据他们的职位不同呢，去分配各个的次要的工作区域。所以透过这种专案管理工具呢，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把所有的人啊、任务等等的，透过这种清楚的结构方式，由大到小去把它安排跟分配下去，也比较容易你去掌握整个时程的进度，会不会有 delay 的风险，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而且在这个次要的工作区呢，其实你还是可以去邀请外部团队的，所以这种东西也非常好去，比如说你公司内部的东西要怎么样去跟客户做沟通，你只要把客户的 email 呢，把它列为观看者的角色，传送邀请出去，这样子客户也可以进来看一下那目前这个专案的进度为何，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去跟你们做讨论。所以在同步沟通跟协作上面真的是非常强大的。那么除了这个 App 之外呢，其实 Task Add 它一开始是从做 Chrome 的插件起家的，所以它 Chrome 的插件体验自然也不会太差啦。我在这边装了一个这个可爱的 Task Add 的插件。那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你每一次 Chrome 开新分页，它就会自动帮你把新分页变成是你 Task Add 的工作区，好不好？每天一打开新的分页就在逼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样效率要不高，真的是也蛮难的，好不好各位？那除了这个开新分页的功能之外呢，假设我在可能 Medium 上面有看到一些不错的文章好了，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文章，我觉得好像很不错，我想要把它存下来或整理起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按下这个 Task Add 的 Chrome 插件，这边就可以选择说你要把这篇文章加到哪一个工作区里面的哪一个 project， 按下 Add to Project， 那这边就显示一个成功。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 Test Ad 里面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加进来呢？那么在这边就可以找到我们刚才所拼下来的文章啦，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回来啦。所以当你在网页上搜寻一些东西，但是你又想把它整理起来的时候，就不用在那边手动的复制连接再贴上，直接点击这个 Task Add 的插件，就可以直接帮你加到你的 Workspace 里面咯。好的，经历了以上这么长的介绍，不知道你对于 Task Add 这个 App 有什么想法呢？总体来说，我觉得 Task Add 它非常适合团体的协作跟沟通，还有任务管理，所以真的非常适合团队或者是组织使用。我知道在台湾有很多公司的老板喜欢用 LINE 去谈公事，拜托真的不要再使用 LINE 了。LINE 作为一个通讯软体，本身就不太适合拿来这种记录公事等等的，而且又会侵犯到员工的隐私。真的在网络上有更多更适合拿来做专案管理的软体。而且我们再来看一下 Task Add 免费账户的功能，对比一下付费账户，其实它核心的功能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有差在它单个档案上传大小容量而已，是不是真的很佛心呢？我真的希望 Task Add 有在赚钱好吗？你有使用过 Task Add 或其他类似的软体吗？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使用的体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帮我订阅、按赞、留言跟分享。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